我是瓜皮儿，甜蜜家园前情提要。公寓内的幸存者从电视上播出的紧急新闻中得知了那些怪物的由来和弱点，在他们变异前，如果受到严重伤害的话，必死无疑。阿贤超市老板因为自身出现了变异的前兆，被关进了隔离室里。而与此同时呢，被过往阴影笼罩的大妈也在1408房的卫生间里悄然变异。恩赫得知了14楼住着一个科技大叔韩斗直，于是他打开禁闭室的门，想要和阿贤 talk 一下。这样渴望恢复自由却被无视的超市老板很不爽，他恐吓阿贤说恩赫只是利用他而已，但阿贤没有理他，径直走出了门。既然大家都是成年人，那就不用再藏着掖着了。走廊上，恩赫开门见山说了公寓内目前的情况。他指出，阿贤如果想要继续待在这儿的话，那以后任何危险的活都得他一个人来干，而眼下最需要他去把韩斗直带过来，说不定能派上什么用场。而此时呢，韩斗直正看着大妈变异后的肉球犹豫不决。他回想起他变异前哄秀英两姐弟睡觉的画面，还有大妈女儿去世的过往。韩斗直在坐轮椅前也曾有一个女儿，他扛着手里的意大利拐杖炮，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大妈之前的请求：如果我变异了，请你杀掉我。可人心都是肉长的，看到肉球里那个好像婴儿的东西，韩斗直最终还是没有扣动扳机。但他也清楚，下次与大妈见面就得拼个你死我活。八脸在上楼的途中被所长拦了下来，他恳求八脸帮自己离开这里，但遭到了无声的拒绝。恩赫没有阻拦他，而是阿贤跟在八脸身后，路上或许能有个照应。他还不忘在阿贤耳边叮嘱了几句，首要目标只有韩斗直一个，其他人都是次要的。情况不对时，可以抛弃那个大妈和秀英两姐弟。阿贤跟在八脸身后，脑海里还不断回想着恩赫的这些话。看起来如此斯斯文文的恩赫，却如此的果断无情。郑义警听说了恩赫派阿贤上楼的事儿，斥责他是在拿人命冒险。恩赫解释说，阿贤是唯一的人选，即使阿贤遇到了什么意外受了重伤，那段黄金事件也会让他很快恢复，只要他能撑下去，就是所有人中最强大的武器。他们迫切需要韩斗直这个科技大拿，今后为了大家的安全，自己绝对不会再犹豫。郑义警一时接受不了这个说法，他认为还有其他办法，说着还亮出了手里的折刀，表示这才是武器。他觉得恩赫现在表现的已经不像是个正常人了，恩赫却觉得他没有看清楚眼下的状况。他拿出昨晚投票用的选票，恩赫本来打算让阿贤留下，所以当时做了手脚，但没想到投不赞成票的人不少。现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下，接受一个陌生人谈何容易。说着，他拿出手机，将之前上网看到的博客截图摆了出来。而看到文章博主克鲁克鲁的昵称时，郑义警忽然想到自己去世前夫向元的博客就是这个昵称，而他们二人谈话都被门外的智秀听了个一清二楚。他心想，既然感染者还会再增加，那就意味着这里并不安全，得去找其他的生路。与此同时，阿贤跟在八脸身后一路披荆斩棘，他的第二人格也在这时候占据了他的身体。他试图叫上八脸一起去斩杀那个公寓里的怪物，这种一听就是中二病发作的作死提议，八脸哪能惯着他呀？阿贤还没回过神来呢，八脸突然被身后的长手怪物抓走。从长手怪物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是悔恨儿子被怪物抓走时自己的手太短了才酿成悲剧，于是内心的欲望让他变成了现在的长手怪物。熊熊大火中，一个名叫白瑞的怪物突然出现，但很快被一对妇女吓跑。八脸难获救，但他也同时陷入了昏迷。阿贤前去救八脸时，正巧与这对妇女相遇。他们原先听到恩赫的广播，就一边以大火开路，一边走向1楼。没想到和阿贤两人撞个正着，尤利妇女把阿贤二人带回到了家里处理伤口。八脸男拒绝了尤利的好意，坚持离开了这里。正当尤利要把绷带递给阿贤时，父亲却拿起了弩箭对准了他。从阿贤快速愈合的脸上，他猜出阿贤被感染了。如果刚刚知道这件事，他们绝对不会出手相助。正当阿贤准备离开时，父亲突然笑了起来。原来他只是想开个玩笑，缓和下气氛。自己一个时日无多的人，还有什么好怕的？他想加入阿贤，两个人一起组队上14楼找人。禁闭室里，老板娘提着刀站在了老板面前，她诉说着丈夫家暴自己的怨恨。她想在丈夫变异前杀了他，但最终还是下不去手。正当她准备离开时，邋遢男叫住了她，问了她一句八脸男的下落。得知他上楼以后，顿感不妙啊！这时他才发现身上的那串钥匙不见了，这让他瞬间抓狂。八脸男已经在他8楼的房间里翻箱倒柜，可却一无所获。正当准备离开时，八脸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邋遢男身上的钥匙打开了旁边的门。泛着红光的房间里挂着很多孩子被虐待的照片。原来邋遢男以前是一个借着志愿者名字对孩子施虐的变态。
八脸看着这些照片，嘴里飙了一句粗口。控制室里，恩赫看着眼前简短的记录，陷入了沉思。他不知道这里还能坚持多久，但他相信事情一定会有结束的那天。在那之前，他们一定会坚持下去。在他喃喃自语时，阿贤三人来到了1408房间，也看到了厕所里变异的大妈。智秀和郑在线合作，将公寓里的死者简单安置了一下。郑一景也从验孕棒中得知了自己怀孕的情况，一条写着 SOS 的长布从公寓楼顶放了下去，这是大家尝试联络外界的唯一办法。冷静下来后，拉特南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划伤了自己的手，以此来证明自己没有变异。被放出来后，他顾不上周围人的搭讪，直接往楼上跑去。他从卫生间里取出藏好的铁锤，准备和八脸来一个鱼死网破。而八脸也在找他，郑在线想拦住他问清楚，却遭到了无视。但他却捡到了八脸掉落在地的手机，即使有铁锤在手，拉特南还是被揍了个鲜血淋漓。八脸在追打他的过程中，一些痛苦的往事也浮现在了他的耳边。他脸上的烧伤是被一个叫做黄胜载的人弄的，但法庭因为证据不足，加上他有大好前途，这个纵火烧死了他全家的恶魔得以逍遥法外。想到他当年在法庭上那张恶心的笑脸，八脸再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将火气全部宣泄到了拉特南身上，直接将拉特南砸得面目全非，然后将尸体拖到公寓外，给那只长蛇怪物当了晚饭，老解气了。做完这一切，他艰难地想要将门锁死，保护这里的所有人。而了解了真相的郑在线却把他救了回来，包括门外敏珠、秀雄的尸体。所长抱着女儿的尸体无声地哭着。天亮后，阿贤也重新回到了禁闭室，剩下的人聚集在了一起，为逝者举办了简单的葬礼。女儿下葬后，所长看起来也走出了阴影，毕竟今后的日子还长着。老板娘过来问郑一景，她怀孕的事儿准备怎么办？郑一景说，他会看着办的。看着他离开的背影，老板娘小声地向他道了声恭喜。晚上，韩斗直开始加固公寓的防护，而恩赫再一次将阿贤放了出来，又交代了新的任务。大门外的长蛇怪正在享用着拉特南刺身，却突然被一只巨大的手捏成了渣。很显然，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我是瓜皮儿，下期见。